中秋家宴的果盘 C 位非石榴莫属，但如何挑到最甜的那一颗，教你看这里。学会了这秘诀，保准你挑的个个汁多味甜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食菜味。总买到酸石榴、干紫石榴的朋友，这份超详细的挑选指南，帮你避开所有坑。方法一，认准开口笑的石榴。顶部的小花苞是判断石榴成熟度的关键信号。一个成熟的石榴，其顶部的花苞会完全张开，就像一朵绽放的小花，这被称为开口笑。为什么选开口笑的？它成熟度高，花苞张开，是石榴在树上充分成熟的标志。口感更佳，意味着内部的籽呢已经完全发育，积累了足够的糖分和水分，爆汁甘甜。这样的石榴吃起来通常又甜又多汁。那为什么避开紧闭的？因为它成熟度不足，花苞紧闭，说明石榴呢可能采摘过早，尚未完全成熟，口感欠佳。内部的籽呢可能偏硬，糖分和水分不足，吃起来酸涩或淡而无味。在挑选时，也要留意那些花苞开口过大，甚至有裂口的石榴。如果裂口处有汁液渗出或已经开始腐烂，就不要选择了，这可能是过熟或存放不当导致的。方法二，看颜色，拒绝颜值陷阱。很多人挑石榴时误以为表皮越红越甜，其实这是一个常见的误区。老话说，阴面的石榴，阳面的桃。表皮颜色主要受日晒影响，最理想的状态是红里透黄，黄中带红，色泽自然且带有微微的通透感，这种的成熟度高。这种颜色说明石榴在树上生长周期完整，糖分和水分都已经充分积累，通常意味着果肉饱满，酸甜比例恰到好处，汁水丰富。需要避开两种极端，一种是警惕通体深红过于艳丽的石榴。这种石榴虽然颜值高，但可能存在以下问题：长时间暴晒的阳面果，颜色虽好，但内部呢可能已经被晒伤，又或者全通红可能是人工干预的结果，如使用催熟剂或染色剂，看似完美却中看不中用，甜度不一定高，有时反而会因日晒过度而略显干硬，内部水分不足，缺乏爆汁的快感。人工干预的果实呢，可能存在口感发涩或味道不自然的问题。还有一种，看到通体青绿的石榴，请果断放下。这种颜色是石榴尚未成熟的典型标志，就像看到青苹果，你就会感觉很酸一样。青绿色表明石榴在树上的生长时间不足，未能完成糖分和水分的积累过程，很可能为了抢占市场而被过早采摘的。果肉偏硬，内部的籽我们吃到的部分还未完全发育饱满，细胞壁较厚，吃起来会有生硬感，味道酸涩，糖度低，酸度和涩味更突出，口感不友好，汁水偏少，水分积累不足，咬下去没有爆汁的快感。总结一下，挑选时不要被大红迷惑，首选红黄相间、色泽温润的石榴。方法三，看形状，偏爱有棱有角的。挑选石榴时，很多人会被圆润饱满的外表所吸引，但更优的选择往往是那些有棱有角、形状略显方正的，这是内部饱满的信号。棱角是内部果粒生长饱满，将果皮撑开的结果，代表着充足的养分和水分积累，果粒发育充分，通常更大、更甜，汁水更足。皮被撑开后相对会更薄，能吃到的果肉比例呢更高。而过于圆润的，如果不是品种特性，圆润光滑可能意味着内部果粒不够饱满，成熟度欠佳，果皮可能发育得更厚，出肉率更低，果粒可能偏小，汁水和甜度呢也会稍逊一筹。所以大家挑选时注意看轮廓，观察石榴的侧面，能看到明显的凸起和凹陷，形成清晰的鳞线。方法四，用手轻轻捏一捏，
是判断石榴新鲜度和内部状态的关键一步。最佳手感是坚硬且略带弹性，轻轻按压时，感觉石榴整体非常结实，但又能感受到一丝回弹，这是石榴新鲜完好的标志，说明果粒饱满，没有腐烂或大面积损坏。这样的石榴剥开后，果粒通常晶莹剔透，汁水充盈。需要警惕的手感，过软一捏就凹陷，内部果粒呢可能已经腐烂变质，或者在运输过程中受到磕碰损伤。剥开后很可能会看到发黑发黏的果粒，千万不要食用。手感过于坚硬毫无弹性的也不要，可能是采摘过早，果实尚未成熟，果粒偏硬酸涩，汁水不足。方法5：掂重量。这是一个快速筛选水分充足石榴的使用技巧，同等大小越重越好。拿起2个大小相近的石榴，在手中交替掂一掂，更重的那个意味着内部果肉饱满，汁水充盈，吃起来自然爆汁甘甜。同等大小明显偏轻，很可能是水分流失或内部果粒干瘪，剥开后果粒可能发干发硬，味道寡淡。那我们就手中这一个优点明显的石榴剥开来看一看，顺便教你一个懒人剥石榴法，不脏手更过瘾，让你轻松剥出完整果粒。找到花苞，用刀在花苞四周呢轻轻切一圈，注意不要切太深，以免伤到里面的果粒。用手或刀尖轻轻一撬，就能把顶部的小帽子完整揭下来。这时你会惊喜地发现，里面的白色筋膜呢已经清晰可见，把果粒分成了几半。找到几条最明显的白色筋膜，用刀沿着这些筋膜的走向呢，从顶部到底部，轻轻地在果皮划上几道浅口子。划好后，整个石榴就像被分成了几个等份。用双手的拇指按住划分好的切口处，轻轻一掰，石榴就会顺着切口自然分开，你就会得到几瓣完整的石榴果粒。可以掰下来一块直接吃，最经典的吃法，感受爆汁的快感，或者将果瓣呢倒扣在碗中，用勺子轻轻拍打，果粒呢就会像下雨一样落进碗里，不脏手更过瘾，颜值和口感双提升。这个方法是不是很简单？今天的石榴挑选和剥发小技巧就分享到这里啦，希望这份指南能帮你轻松调到汁多味甜的红宝石，让每一口品尝都充满惊喜。如果你觉得有用，别忘了点赞分享给家人朋友哦。我是瑶瑶，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